我被系统抹杀的时候，柳如烟正陪在生病男主身边嘘寒问暖，直到第二天男主痊愈，他才突然想起我还被关在幽暗的地下室。傅深知错了吗？他问管家，可管家瑟瑟发抖地回答道：傅先生已经死了。柳如烟，不要去！我紧抱着他，不让他离开。柳如烟是南屏爽文里疯批又深情的女儿，她和男主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柳如烟很爱男主，也一直以为男主是爱她的，却没想到青梅抵不过天降。女主一出现，男女主很快就坠入爱河。柳如烟受不了这份打击，也不忍伤害男主，她把所有的怨恨和痛苦全部发泄在自己身上，性格一天天变得阴暗且疯狂。7年前我穿进了这本书里，负责来攻略柳如烟，让她爱上我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用尽真心陪着她，安慰她，救赎她。我帮她走出失去男主的痛苦，她也曾许诺我会努力爱上我。今天是我攻略柳如烟的最后期限，在她即将要放弃男主时，却因为男主把发给女主的信息错发给了她。我生病了，好难受，她就不顾一切的要去男主那里，无论我怎么苦苦哀求，她都无动于衷。附身，放手！柳如烟冷冷冰冰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替身，在宋城面前你一文不值，可是你答应过我，你会爱我的。话未说完，我的身体就被柳如烟推开了。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柳如烟丢下一句话，冷漠的迈过我的身体就要离开。柳如烟，我大声叫着她，狼狈不堪的再次抱着她，放下所有尊严，卑微的求她，求你不要去，你去了我会死的。柳如烟笑得讽刺又残忍，她说：附身怎么着？我走了你还要自杀不成？我就算自杀也威胁不了我。柳如烟根本不听我任何解释，对我而言，你不过就是我打发时间的消遣而已。她一个眼神，佣人直接过来将我狠狠地禁锢住，动弹不得。柳如烟，给我把她绑起来，关进地下室。柳如烟冷血地吩咐道，让她好好反省反省，她到底算个什么东西。我被别墅里面的佣人绑了起来，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急促消失的背影。地下室一片黑暗，这是柳如烟每次发病时会把自己关进来的地方。因为对男主的爱太深，一旦她开始想男主时，为了克制自己去找他，为了克制自己对男主做出过激的行为，她就把自己关起来，疯狂自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陪着她，保护她，不让她伤害自己。她得不到释放，就把所有残忍发泄在我的身上。每次等她冷静下来，我几乎都要丢了半条命。这样的日子我陪了她整整7年。都说人的细胞7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，所以忘记一个人7年就够了。我突然笑了，笑得有些悲凉。宿主柳如烟已经到达男主家里，并陪着高烧不退的男主去了医院。攻略任务失败，我即将结束你的生命。系统发出提示音，我应了一声。还有2个小时，或许还有希望。系统说道，只要柳如烟在2个小时内回到你身边，就不算任务失败。我摇头，不会的，柳如烟会一直陪在宋城身边，我再怎么努力都捂不热她的心。我并不是在自暴自弃，这就是事实。凌晨12点，我的灵魂不出所料的从原主身上离开了。我以为我就会灰飞烟灭，毕竟任何一个攻略者都已经是上天的后代，多给了我们一次活着的机会，不会再有第2次。可我的灵魂却一直飘在上空，并没有消散。任务失败的惩罚就是灵魂永远都要留在这个世界，直到被攻略的人死去。系统看出我的疑惑，对我说道，宿主，我要离开了，下一个宿主还在等着我。系统走后，就真的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灵魂了。此刻我也不受控制的飘进了医院，飘进了一间病房。我再次看到了柳如烟，她深情的眼眸紧紧地看着昏睡中的宋城，整整1夜，她一直陪在他身边，没有合眼，生怕一闭上眼睛宋城就不在了，生怕下次就没机会这么看他了。宋城醒了之后，看到柳如烟有些惊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发信息了？宋城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过来，我发错了，我是发给夏洛洛的。我看到柳如烟眼底闪过的失落，但她没有生气，嘴角还扬起了淡淡的笑。我帮你通知他，谢谢。柳如烟给夏洛洛打了电话。离开那一刻，如烟，宋城叫着她。柳如烟身体僵硬，她很紧张，在男主面前，她总是这般小心翼翼。附身挺好的，你好好和他过日子。宋城微笑着说道。柳如烟点头，可我从她受伤的眼神中清晰地看到，我再好也没有宋城好，她只是不想让宋城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柳如烟离开医院后，回到了别墅，别墅中安静如斯，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大抵是一直在平复见到宋城后的情绪波动。直到中午12点，管家小心翼翼地叫她吃午饭，她才回神，然后随口问了句：傅深知错了吗？管家回答道：傅先生还一直在地下室，并没有求饶，也没吵没闹。柳如烟扬眉，没有，傅先生一直很安静。管家恭敬道：小姐，需要我现在去问问傅先生吗？不用了。柳如烟冷声道：看他能够倔到什么时候。管家不敢多说，我在上空笑得讽刺，不得不承认，我在他面前确实没有任何尊严。当初被系统挑选为攻略者穿进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我的身份地位，我就很清楚攻略不了柳如烟，我就会再次死去，而死过一次的人更惜命。所以为了能够更容易的接近他，我把原主整成了和男主有几分相似的模样，然后故意去碰瓷了他开的轿车，又捏造了自己父母双亡的身世，千方百计留在了柳如烟的身边。事实上，原文中也确实没有我这个角色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。与其说攻略柳如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再次活下去，倒不如说我更希望我在活下去的同时，还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家，能够拥有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。上一世的我太孤独太孤独了，我真的用尽了我所有的真心去爱柳如烟，无论她多看不起我，无论她有多爱男主，哪怕她做了什么伤害过我的事情，我最后都会选择原谅和包容。甚至到后来，我就已经分不清楚我对她的爱到底有没有掺杂着目的。有段时间我都快忘了我在做任务，如不是系统偶尔会发出警报声，我只知道在她执意要去陪男主的那一刻，我心如刀割。我看着柳如烟坐在饭桌上，如往常一般慢条斯理地吃着午饭，优雅淡漠，心静如水。在她心目中，我压根就不需要活，反正很快我就会灰溜溜地去讨好她。
他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就如以往每一次一样。我突然想起半年前男主和我同时在游艇上落水，这本文中也有坏人会用各种手段陷害男主，男主被他故意推入海水时，我伸手去救他，结果一个不注意，我们2个人一起掉进了海水里。原文设定中，男主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游泳，我也不会。当时女主和柳如烟发现后，第一时间跳进了海水里，2个人不由分说的都直接游向了男主。我在海水里面看着他们离我越来越远，那一次我就以为我要死了，好在最后被救生员救了起来。只不过救起来后，我昏迷了很久，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了柳如烟眼中有了那么一丝愧疚。尽管她什么都没说，我也没有半句责备，但她确实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对我好了很多。如不是这次男主发错信息，说不定我们会越来越好。心里带着那么一丝的遗憾，让我突然很想知道柳如烟看到我的尸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，大概也只会是一脸无动于衷吧。夜晚，别墅异常的安静，书房内，柳如烟习惯性的会在晚上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在失去男主之后，她会把大把的时间用在工作上，也因为如此，她的事业宏图发展的非常辉煌，是男主也望尘莫及的地步。他敲打着键盘的手突然顿了顿，然后起身走向了落地窗，外面幽暗一片，他却看了很久。很之后，柳如烟拿出一支烟抽了起来。抽烟是柳如烟为了忘掉男主而染上的恶习，而我因为跟在他身边太长时间，因为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他的身上，所以哪怕他很平常的一个举动，很细微的一个表情，我都能够看出来他的情绪。此刻的他显然比以前烦躁，是因为去见过男主，心里的情感还一直在波澜吗？他抽完一支烟，又点了第2支。房门被人敲响，小姐进来。管家端着一杯热牛奶和一份曲奇饼干走了进来。小姐，您过来吃点东西，傅申让你送的。柳如烟讽刺地问道。不是的，管家否认道。傅先生在地下室一直没有动静，是我突然想起，每天晚上傅先生都会给您准时送宵夜，就自作主张给您送来了。我看到柳如烟眼底似乎又多了一丝烦躁。小姐，曲奇饼干是傅先生前天亲手做的，失败了很多次，最后做了1个晚上才做好，您尝尝。管家又说道。拿走。柳如烟看都没有看一眼，下达命令。小姐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是。管家连忙把放下的牛奶和饼干又重新端起来，离开时忍不住说道。小姐，傅先生已经在地下室不吃不喝快2天了，我担心傅先生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饿死了也活该。柳如烟愤怒地说道。他既然要和我倔，我倒要看看他骨头到底有多硬。说完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去地下室。是。管家看柳如烟这般生气，不敢再多言半句，他只能恭敬地离开。离开后，柳如烟把剩下的半支烟蒂重重地熄灭，然后重新回到了电脑前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对于我的死活，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，我又为什么要去期待我死了后他的反应呢？早该死心的。夜越来越深，柳如烟却似乎并没有要睡觉的打算，她烦躁地扯了扯头发，扯了好几下都没有把发圈扯下来。曾经有我在的时候，都是我伺候她的饮食起居。前一天晚上，我会根据她第2天的行程给她准备好合适的衣服。她起床后，我会第一时间伺候她洗漱穿衣，偶尔她需要盘头发，都是我帮她。整整7年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她都快生活不能自理了吧？此刻也确实是，她扯得头皮生痛，都没有把发圈解下来。她气急败坏的一脚踢在了椅子上，椅子发出巨响时，电话在此刻也突然响起。她没看来电显示，一把接通，语气很重。喂，我是宋城，那边传来男主磁性的声音。我看到柳如烟的情绪一下就变了，刚刚的烦躁愤怒突然就消失了，她眼底尽显温柔。在男主面前，柳如烟从来没有半点脾气，她所有的坏脾气全都给了我，哪怕当年她被男主无情抛弃，她也只是默默的忍受，甚至于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男主想见她了，天上下刀子她也会去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宋城关心的问道。没有。柳如烟声音缓和，整个人也瞬间平和了下来，她直接把话题转移了。你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未等男主说话，她又紧张的问道。身体怎么样？还反复发烧没有？我打电话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出院了，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，只是身体有些疲软，是感冒后遗症，几天就好了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柳如烟关心道。我知道。宋城回答，又感激的说道。今天你走那么急，都没有来得及好好感谢你。柳如烟紧握着手机，没有说话。我太清楚不过，她之所以会走得那么干脆，只是因为她怕和男主在一起越久越不舍，而她不想给男主添任何麻烦，所有的痛她宁愿她自己承受，亦或者发泄在我的身上。对了，宋城像是突然想起来，连忙说道，我明天26岁生日，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。柳如烟握着手机的手更紧了，本来不想举办这个生日 party， 但是洛洛非要给我庆祝，你应该有空吧？宋城问道。有空。柳如烟低沉的声音回答道。那太好了，明天你记得带着傅申一起来，上次他为了救我差点被海水淹死，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好好谢谢他。好。柳如烟犹豫了1秒，还是答应了男主的要求，他又怎么会拒绝？哪怕他根本不想见到我。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柳如烟放下了手机，放下手机很久，眼眸都还一直看着宋城的来电。其实我早该死心了。柳如烟别说看男主的眼神不同，她就是看到男主的名字也是满目深情。整整7年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我看着柳如烟就这么僵持了很久，屏幕都黑了。她突然从书房中走了出去。王叔，她大声喊了一句。管家连忙从房间中小跑出来，抬头看着2楼上的柳如烟。小姐，我在，去告诉傅申，如果他知道错了，并承诺以后再也不争风吃醋，再也不无理取闹，就可以放他出来。是。管家连忙答应着。我笑了，飘在柳如烟的上空，笑得何其讽刺。柳如烟，我没办法给你承诺了，不能在你伤害了我之后，我还能若无其事的去讨好你。我现在只剩下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柳如烟重新回到了书房，大抵是男主给她打了电话，她现在明显平缓了很多。
他慢条斯理地滑动着鼠标，心情似乎也好了起来。一会儿，管家敲门而进，我看到了管家眼底的慌张，甚至是恐惧。他应该是发现了我死了，小姐。管家欲言又止，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傅申听话了吗？柳如烟漫不经心地问他。傅先生他怎么还在耍脾气？柳如烟冷笑，眼底都是讽刺。不是的，小姐，你告诉傅申，他要是还这么继续做下去，还不知道见好就收。他哪怕饿死在了地下室，我也不会管他。柳如烟狠狠地说道。管家身体颤抖地说道。可是傅先生真的死了。我看到柳如烟眼底闪过一秒慌张，就1秒，随即眼底都是厌恶。傅申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他以为他装死就可以博得我的同情，就可以让我对他服软。小姐，傅先生真的死了。我刚刚去地下室看了，傅先生的身体都冰冷僵硬了。管家激动地说道。柳如烟紧紧地盯着管家，管家再次诚恳地说道。傅先生真的死了？不可能。柳如烟一口否定。是真的。柳如烟从椅子上起身，大步走出了书房，管家连忙跟上。他迅速走到了地下室，地下室的灯光很昏暗，站在门口，远远的只能看到我倒在地上，身上还捆绑着麻绳。我死了之后就被迫跟在了柳如烟的身边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死后的样子。从这里看过去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就好像我只是睡着了。傅申，别装了。柳如烟声音依旧冰冷。我数3声，你自己坐起来。昨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我真的被他逗笑了。到现在他还以为我在骗他，他还以为他随便给我一个台阶，我就会像哈巴狗一样摇着尾巴回到他身边。1、2。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重，带着怒气。他看我依旧无动于衷。傅申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柳如烟咬牙。3。我的尸体怎么可能会有反应？柳如烟眼眶都红了。是愤怒吧？因为我第一次反抗了他。小姐，傅先生真的去告诉他，今晚他要是不出来，以后就别出来了。柳如烟丢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那般绝情，甚至舍得不得去看我一眼，去确定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我的灵魂跟着柳如烟飘着离开了。我看到他回到了卧室，刚刚分明怎么扯都扯不下来的发卷，此刻被他3、2下就扯掉了，然后重重的扔在了地上。走进了浴室洗漱。他洗澡很快，洗完之后习惯性的叫了一句浴巾。等了几秒，他直接从浴室架上面取了下来，粗鲁的擦拭着自己的身体，换上了睡衣，躺在了床上。他关了灯，然后闭上眼睛入睡。很快他睡着了，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。我死不死对他真的没有一点半点的影响。翌日，柳如烟的闹钟响了，没有人会第一时间给他摁下闹钟，然后心疼他平时上班太累，让他再多睡10分钟了。他闹钟一直响个不停。傅申，你死了吗？睡梦中柳如烟愤怒的嘶吼出声。是啊，我死了，死透了。闹钟持续响着，柳如烟终于忍不住从床上坐起来，拿过手机将闹钟狠狠地关掉。他转头看着我曾经睡过的地方，正欲发火的那一瞬间，映入眼帘的是空荡荡的床铺。他到嘴边的话噎了回去，抿了抿唇，却也并未做太多停留，直接掀开了被子，起了床。柳如烟去浴室简单洗漱后，走进了衣帽间。她在衣帽间挑选着衣服，挑了很久，试了一套又一套。今天要去参加男主的生日趴，所以她要精心打扮一番。柳如烟不是传统意义的大美女，但她身材很好，皮肤又白又很有气质，会让人一眼入迷。她换上一身黑色礼服裙，凹凸有致的身段站在全身镜前，一直看着自己很久。还不满意吗？我看着她把肩上的小吊带放在肩下，又不满意的放回到肩上，如此反复。她暴躁的将衣服扯了2下，走出了衣帽间，然后迅速化了一个好看的妆容，下了楼。楼下管家就在楼梯口等她。小姐，傅先生还缺失吗？不是，是傅先生，别管他，他要死随便他。柳如烟直接走向了饭桌，根本不给管家说话的机会。管家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跟在柳如烟的身后，保持安静。吃过早饭之后，柳如烟就离开了别墅，我的灵魂就一直跟着他。他先去了公司，处理了一大堆工作上的事务，不停在忙碌，直到男主给他打来电话。如烟，你还没到吗？宋城问他。这一刻他似乎才恍若想起，他要去参加男主的生日趴。曾经的他从来不会忘记男主的任何一件事情，现在该自责惨了吧。我看着他连忙答应着，马上就到。我们等你。柳如烟放下手机后，迅速的开车去了男主的生日趴。一路上真的就是狂飙，我一个灵魂都有些害怕被撞死。到达目的地，生日派对很热闹，男主一看到柳如烟，连忙牵着女主的手就走了过来。如烟，你终于来了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柳如烟说道，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一直放在柳如烟的车上，是我之前给她准备的。她每年都会给男主送礼物，我也习惯了，每年提前帮她挑选好。男主拿过礼物，很高兴，他连忙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串檀木珠。檀木珠是上次拍卖会的时候柳如烟拍下来的，他随口说了一句宋城会喜欢，我就记在了心上，然后去寺庙找了最好的师傅，给他渡了平安符。因为男主就要结婚了，我想柳如烟没办法给男主一个婚礼，就让男主带着他送的佛珠出嫁吧，当做对他那么遗憾的一丝泥。男主很惊喜，他直呼道，如烟，这檀木珠你在哪里买的？我之前有听闻要被拍卖，但真的问过去时就说已经被人拍走了，没想到在你这里，你还给我开光了吗？谢谢你如烟，你总是很清楚我最喜欢的是什么。我看到柳如烟的眼底闪过一丝莫名的情愫，我看不清楚，只听到他突然喃喃道，是傅申准备的，那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傅申。对了，傅申呢？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？男主惊讶地问道。他柳如烟突然失声，突然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。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男主关心道。傅申从来不会和你怄气的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很对不起他的事情？柳如烟难得的没有反驳，保持了沉默。如烟，傅申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了，你失去了他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男主有些激动，男主不坏，甚至说很好，因为对柳如烟有亏欠，所以对我也很上心。他一直想要撮合了我和柳如烟，我真的没有见一个男人会如此卑微的爱一个女人，爱到这个地步，爱到连自己情敌的喜好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男主说着有些生气，大概是在为我愤愤不平。如烟，
傅申到底要多爱你，才会容忍你心里有另外一个男人，才会容忍你对另外一个男人无止境的好，甚至帮你对他好？是啊，到底要多容忍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刚开始应该是为了能够留在柳如烟的身边，所以会迎合她所有的喜好。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习惯，再久一点，就好像爱的盲目了，盲目的为他付出，盲目的去做一切可以让他高兴的事情。如烟，别执迷不悟了。男主语重心长的说道，别等到真的失去了才去后悔。傅申值得你用真心对待。说着，男主把柳如烟送给他的那串檀木珠重新放进了礼物盒里面，还给了柳如烟。这串珠子我确实喜欢了很久，也很谢谢你对我的付出，但是这串珠子不属于我，应该属于傅申。柳如烟看着手上的佛珠，沉默不语。我今天本来是想要当面给傅申说一声感谢，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说着，男主从女主手上拿过一个小小的盒子，打开，这是上次我让傅申陪我去挑选西装时，我看到他一直在看的领带夹。领带夹并不是很贵，但他却舍不得买。柳如烟看着男主手上那个金色领带夹，其实我并不是喜欢这个领带夹，只是因为这个领带夹和柳如烟的一个发夹很像，我自私的想要和他配情侣款，仿若从被选为攻略者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全部都是柳如烟，完全没有了自己。傅申也没有让你给他买吧？男主问柳如烟。柳如烟身体僵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。你和傅申在一起这么久，你送过他一件礼物吗？你平时吃穿用度都很奢侈，可是傅申呢？我真的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一件大牌衣服。男主越说越为我心酸，就算他不上班赚钱，但他是你男朋友，不顾世俗之见，甘愿为你打理好家里的一切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对他？怎么忍心让他过得这么憋屈？柳如烟紧抿着唇瓣，很明显在隐忍情绪。他低低的嗓音说道，他从来没有对我提过任何要求。柳如烟没有撒谎，我确实没有给他提过要求，他并不吝啬，只是想不到要来对我好，所以我才会更心疼傅申。他爱的那么卑微，那么小心翼翼，你却只当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。傅申也是人，他不说不代表他的心不会痛。男主深深的说道。我看到柳如烟拿着礼物盒的手指在轻微的颤抖，是因为被男主讨厌了，所以有点难受吗？如烟，男主很严肃的叫着他，你现在就回去，好好给傅申道个歉。生日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，我希望你可以和他一起来。柳如烟处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不舍得离开吧？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见到男主，他怎么会舍得离开？更何况还是为了我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我就这么看着他在那里犹豫了很久。如烟，男主有些生气了，真的就是恨铁不成钢。好，柳如烟答应了，他怕惹男主不高兴，所以他的要求他从来不会拒绝，哪怕心不甘情不愿。我跟着柳如烟离开了生日派对，他回到自己的轿车上，坐在驾驶室，很久都没有开车离开，就是那般不情愿吧。在我以为他会直接放弃回去，然后随便找一个借口搪塞又回到男主的生日趴时，他发动了轿车往回家的路上开去，一路上开得很慢，和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例如他此刻的心情，之前是激情澎湃，现在是心灰意冷。好一会儿，柳如烟回到了别墅，一回到别墅就看到有几个人抬着一具冰棺进来，怎么回事？柳如烟怒吼一声，管家连忙冲出来，小姐，傅先生的尸体，演戏还上瘾了是吗？柳如烟怒骂道。管家不敢说话，他大概也没想到柳如烟会这么早就回来了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去见男主至少都是整整1天的时间。傅申呢？柳如烟问。还在地下室。柳如烟直接往地下室走去，这次他没有再站在门口，而是直接走到了我的尸体面前。我身上的麻绳已经没有了，应该是被管家解开了，毕竟我人都死了，麻绳还有什么用？我看到柳如烟居高临下的站在我的尸体面前，看着我发青的脸，看着我僵硬的身体。傅申，他叫我，声音依旧冷漠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自己起来，我既往不咎。他说，对着我的尸体说道。我就笑了，他以为我还可以诈尸吗？还是说他随便威胁我一句，我死了都要爬起来讨好他？傅申，柳如烟声音很大，在地下室阵阵回荡。管家在旁边忍不住开口道，小姐，傅先生真的死了，他不会死。柳如烟固执地说道，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死？管家默不作声，估计他也不知道，毕竟我被绑住了手脚，想要自杀也不可能，而且我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口。傅申，你不是想要娶我吗？柳如烟的眼眸紧紧地看着我的尸体。是啊，我想娶她。有一次缠绵悱恻后，柳如烟的头久久地埋在我的颈脖间，我知道那一刻的她是真的得到了满足，所以我鼓起勇气在她耳边轻声道，柳如烟，我们结婚吧。那一句话直接让一世激情烟消云散。她从我身上离开，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她说，傅申，别得寸进尺，你不是说过你会努力喜欢我的？我小声说道。有一次他应酬喝醉了回来，我为他擦拭身体，又给他倒了蜂蜜水，伺候他喝下。他突然看着我，恍惚夹杂着深情。他说，傅申，我决定试着喜欢你。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我以为我真的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可这一刻他却冷冰地告诉我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。心很痛，像是被人拧住了一般，呼吸都在难过。那次之后，柳如烟冷漠了我很久，我就再也不敢逾矩了，再也不敢说这种话。柳如烟又继续说道，傅申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，我决定嫁给你了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我都死了，他说要嫁给我。此刻的我真的没有一丝的情绪波动，甚至还觉得他在说一个笑话，一个天大的笑话。起来吧，别装了。他声音温和了很多，不厌其烦地说道，我们现在就去买结婚戒指，去挑选西装婚纱，你让我送给宋城的佛珠我拿了回来，到时候婚礼上你可以带着它，确实很珍贵。宋城还送了你一个领带夹，他说是你喜欢的。你喜欢什么西装、手表、领结、领带夹、限量款球鞋，趁着这次结婚想买都可以买。他对着我的尸体说了很多，就好像我没有死，我就是在和他耍脾气，而他在哄我，真的是破天荒。他对我这般低声下气，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遗憾了？至少他对我不是那么无动于衷，亦或者还是我想多了？柳如烟不过是为了满足男主的要求。小姐，管家看不过去了，他说，傅先生真的已经死了。
他不会娶你了。闭嘴！柳如烟突然恼羞成怒，她眼眶一下变得猩红无比，冲着管家怒吼。管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附身不会死，他不可能会死。柳如烟固执地说道：“我们都还没有结婚，他都还没有真正得到我，他怎么可能舍得去死？”管家不敢说话，只是默默地递给了柳如烟一个日记本。柳如烟眼眸微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傅先生的日记。管家回答道：“我今天去收拾傅先生东西的时候，无意发现的。我看着那本日记，灵魂都在荡漾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有时候也会觉得孤独，有时候也会承受不住内心的难受，所以选择了写日记来宣泄、调整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保持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柳如烟。可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让柳如烟看到。”柳如烟手指微动，她颤抖地打开了我的日记本。2016年4月4日，今天我意外穿进了一本书里面，一个系统告诉我，他在茫茫死人中选中了我当攻略者，只要我攻略成功了，我就可以重新活一次；如果失败了，就会再死一次。2016年4月10日，我见到了我要攻略的对象，他看上去很不快乐，分明什么都有，但却孤单到就好像全天下都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我突然有点心疼，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前世，前世的我也是这么孤孤单单。我出生时，我父亲为了赶回来看我，被大货车碾压而死，全家人都把我爸的死怪在了我身上。我妈恨我，我爷爷奶奶更恨我。我是跟着我外婆长大的，外婆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可我上初2时，外婆为了给我送饭，也被车撞死了。死的时候，手里还紧握着那份我最爱吃的土豆烧肉。外婆死后，身边的人更说我是灾星，说我会克死我全家。因为那时我还是未成年，在法律的施压下，我妈不得已还是把我接回了她家。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叔叔，叔叔有一个儿子，比我大5岁。叔叔和我妈还生了一个女儿，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女儿身上。他们不知道，叔叔的女儿一直在频繁地欺负我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告诉了我妈，我妈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：“你是男人，你以为你长得很好看吗？他会骚扰你一个男的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养你们有多不容易？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，让我省点心？”那之后我再也不敢说了，哪怕怎么被欺负我都忍着，直到我考上大学，离开了这个家。可大学毕业后，我那个妹妹突然又出现了，她就像个魔鬼一样，让我给她钱花，还不停地骚扰我。我忍受了2年，终于忍不住报了警。我那个妹妹被抓了起来。我没想到我妈知道后，第一件事情是对我又打又骂，骂我不要脸、不懂感恩、狼心狗肺，还逼我让警察放了她。我心灰意冷、生无可恋之下，当着我妈的面从顶楼上跳了下去，粉身碎骨。我不想再回忆曾经的过往，每次想起都像是噩梦一般，哪怕死了都会感到惊恐。今天就是最后一次，从现在起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和这个叫柳如烟的女人重新开始我新的一生。她会接受我吗？2016年4月16日，我去做了整容手术，系统还不算太坏，在我来这里的那天给了我一笔钱，我用这笔钱去把自己整成了柳如烟喜欢的模样。整容的过程很痛，但我不后悔，还觉得重获新生了。2016年7月20日，我的脸终于恢复好了，我和宋城有了6、7分的相似，应该够了。我去了柳如烟的公司，然后故意在她开车之时冲了出去，倒在了她的车下，被她撞的那一刻很痛，但看着她看我的眼神，觉得一切很值。2016年7月30日，今天我出院，也如愿的跟着柳如烟去了她的别墅，真的和她住在一起，我才知道她对宋城到底有多喜欢。她甚至为了宋城一直在吃抗抑郁和抗暴躁的药，她甚至还会为了宋城自残。那一刻的我真的太能够感同身受了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走出来，她会和我一起重新生活。2017年4月4日，不知不觉我来这个世界已经1年了，1年了，我还没有打动柳如烟的心，她还是爱着宋城，很爱很爱。2017年10月3日，今天是柳如烟的生日，我亲手为她做了蛋糕。我等了她1夜，她没有回来。后来我知道她在宋城家门口坐了1夜，她想宋城陪她过生日，但又怕打扰到了宋城。2018年4月4日，2年了，柳如烟依旧不喜欢我。2018年7月13日，柳如烟因为不要命的工作，我按时吃饭，经常胃痛，我开始每天给她送饭，变着花样做她喜欢吃的饭菜。每次看着她把我做的饭菜吃完那一刻，心里都很满足，还很温暖，这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，就好像我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。我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，不只是任务，还多了一份情感。2019年4月4日，3年了，柳如烟还爱着宋城，系统每天都在提醒我，可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2020年2月15日，我真的爱上了柳如烟。看到她和宋城在一起时，看到她看宋城的眼神时，心痛如麻。其实会爱上柳如烟一点都不难，也不需要感到意外。她是我的救赎，是我灰暗人生中唯一的一缕阳光，是她让我有了重活一次的机会。我也很想成为她的救赎，帮她走出情爱的伤痛。我想和她组成一个家，一个温馨的家，我们可以生很多小孩。我喜欢热闹。2020年12月25日，圣诞节，下雪了，我被柳如烟扔在了街上，因为宋城和夏洛洛吵架了。柳如烟要第一时间去安慰宋城，我身上没钱，手机遗忘在了她的车上，她发现不了，我徒步走回家，冻成了一块冰。她看到我的那一刻有一些惊讶，却依旧选择了冷漠。我也保持沉默，我不怪她，我知道她现在也很难受，因为宋城只会投向夏洛洛的怀抱，她从宋城那里回来只会受伤。2021年4月4日，5年了，我该死心了吗？可我不愿，不只是不想死，还想真的和她在一起。2022年4月4日，我居然1年没有写日记了，可能是真的没什么好写的，毕竟6年了，我依旧没有攻略下柳如烟，把自己的感情都搭上，还是没能。2022年6月19日，柳如烟喝醉了，她突然说会努力爱我，在最后这1年，我终于感动了她们。系统，我快成功了。2022年10月13日，我为了救男主掉入了海里，夏洛洛和柳如烟都去救了他，我差点死了。醒过来之后，柳如烟陪在我的身边。系统说，我昏迷的这几天她一直陪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其实有些雀跃，甚至忘了是她丢下了我才会差点遭遇不幸。2022年3月20日，虽然我被柳如烟拒绝了求婚，但我能够感觉到她其实对我已经和以前不同了。她想起宋城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也很习惯我在她身边。系统说还有15天，只要这期间柳如烟不再受宋城影响，不再主动去找宋
宋城，他就算我攻略成功，一旦认定成功，我就可以一直活着，在这个世界里和其他人一样，正常的生老病死。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，我很期待我和柳如烟的未来。日记在这一篇就结束了。我看到柳如烟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，对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愧疚吗？可意外的是，我没有一点难受。以前大概会心疼，但现在我很淡漠，就好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或许人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，就真的可以一瞬间就放下了生前的所有。我现在更希望我可以离开柳如烟，哪怕成为孤魂，不能步入轮回，也不想再待在她的身边。小姐，节哀顺变。管家鼓起勇气又开了口，大概是伺候了柳如烟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见她哭过，心里也有了些不忍。你出去！柳如烟冷声命令。管家看着他，我让你出去。柳如烟暴怒，那傅先生的尸体，滚！管家离开。离开时还好心的给柳如烟关上了地下室的大门。我看到柳如烟蹲下了身体，在我面前，终于舍得鞠躬屈膝了。她纤细的手指靠近了我的脸，手指细微颤抖。我不知道她抚摸我冰冷和僵硬的尸体会是什么感受，不会害怕吗？她的手却一直在我的脸上一点点描绘我的五官，然后哭出了声，压抑的声音一直在幽闭的地下室阵阵回荡。看着她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好笑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芥。我就这么淡漠的看着她抱着我的尸体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，哭到最后几经晕厥。我一直以为只有男人悲伤过度的时候才会如此，原来女人也会。我就不明白，我活着的时候她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我死了，她做出这副模样到底又是给谁看？附身，她叫我，深情的呼唤我，一声一声，就像在呼喊着自己深爱之人。附身，附身，你醒醒，附身，你别睡了，我们结婚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我都答应，以后我再也不去喜欢宋城了，我只喜欢你好不好？附身，你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，没有你我还怎么活？我听着柳如烟的话，真的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我知道她会愧疚，哪怕是养只狗，这么多年感情，死后也会有一丝的难过。更何况我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但我真的没想到她会突然变成这样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突然变得对我那么情深似海。这样的情感，她不是一直给男主保留的吗？附身，附身！地下室里面不停回荡着她呼喊我的声音，不知道的人还真的会以为她死了至情至爱之人。我飘在上空，就这么百无聊赖的看着柳如烟守着我的尸体哭一整个晚上，就连男主打电话她也没接。早上，管家走进了地下室，大概是怕柳如烟也莫名其妙就这么死了。小姐，傅先生的尸体再不放进冰棺里面，怕是要腐烂了。管家不得已提醒。事实上，我看着我的尸体，确实在一点点地腐烂了。柳如烟眼眸微动，她一直跪在我尸体的面前，此刻听到声音也没有太大反应。小姐，放进去吧。柳如烟说，突然冷静了，伤心了一个晚上就够了。我看着她从地上起来，身体有点不稳，管家连忙搀扶着她。柳如烟推开了管家，转身往地下室的门外走去，没有半点留恋。她的深情可真是伟大呀。小姐，需要给傅先生准备葬礼吗？管家连忙问道。不用。那直接火化吗？不用。柳如烟声音大了些。那怎么办？管家不知所措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。放冰棺里面，不要动。柳如烟丢下一句话，离开了。所以柳如烟要做什么？让我死了都没有安身之处吗？我跟着他回到了他的书房，他给他助理打了电话，给我马上准备一场婚礼。给谁？助理诧异。给我。柳如烟暴躁地说道。就在别墅。说完，他愤怒地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开始疯狂地打电话，让所有人明天来参加他的婚礼。我就在想，柳如烟是疯了吗？他的婚礼，他和谁的婚礼？那一刻就看到他给男主拨打了电话过去，他说：宋城，明天我结婚了。这么快？那边很惊喜。附身就原谅你了吗？我就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，你一定不要再惹他生气了，他确实很好。柳如烟悠悠地说道。我琢磨着，他下一句应该会说，可他再好也比不上你。结果柳如烟挂断了电话，所以他是打算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在男主结婚前先给男主一个婚礼。柳如烟打完电话后也没有半刻停留，直接离开了别墅。我看着他去挑选了西装、礼服、婚纱、戒指，然后回来，然后让人给躺在冰棺里面的我换上了西装。我揉了揉我虚幻的眼睛，我怕我走眼了。柳如烟是要和我结婚，我都死了，死透了，他居然要和一个死人举行婚礼，我甚至不敢想象明天那么多宾客到来会是个什么惊恐的场面。柳如烟真的疯了。然而第二天婚礼并没有被取消，别墅中来了很多人，包括男女主。男主很高兴，他走向穿着一身白色婚纱的柳如烟，问道：附身呢？怎么你一个人在迎客？柳如烟咬紧唇瓣，眼眸看向了大厅的一角，那里被鲜花拥簇，不注意根本看不到，有个冰棺在那里。附身在那边吗？男主问。柳如烟点头，男主连忙走过去，柳如烟跟随，其他宾客也跟着一起走了过去。一过去，现场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被我躺在冰棺里面的模样惊吓到。如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附身他？男主不敢置信。柳如烟应了一声，那句他死了的话一直没有说出来。男主完全不敢置信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不是之前还好好的吗？其他人也开始七嘴八舌，其中有一人实在理解不了，既然他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和他结婚？柳如烟一个狠厉的眼神过去，那人不敢说话了，只有男主在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发言。如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柳如烟一字一顿地说道，附身想要和我结婚，我在上空差点吐血，我能说我现在想要你去吃屎吗？我人都死了，我只想入土为安，不想陪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男主沉默了许久，最后什么都不再多说，其他人更是不敢多嘴。婚礼就这么举行了，一人一尸体。主持人问柳如烟，刘小姐，你愿意嫁给附身先生为妻吗？无论贫穷富贵，生老病死，都对他不离不弃，永远爱他保护他，直至死亡将你们分离。我愿意。柳如烟说，又补充了一句，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离。我笑了，所以你要陪我一起死吗？按照仪式流程，主持人又把这句话问了一遍我的尸体。柳如烟回答道，他愿意，我不愿意，别糟蹋了我轮回的路。柳如烟将一枚戒指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，又低头亲吻了一下我的尸体。我感受到了一阵恶心。仪式结束，我以为这场闹剧也要结束了，哪怕变成了一只鬼，我都觉得尴尬至极。这时我却看到别墅里面突然走进了几名警察，宾客都有些惊慌。
不明所以。柳如烟很淡定地看着警察走向他，是谁报警的？柳如烟说，我杀人了。全场懵逼，我也莫名其妙，杀谁了？附身。他指了指旁边的宾官，警察看了一眼，严肃道，先跟我们回警局。柳如烟在婚礼上被当众带走，他在警局承认他杀了我，又后悔了，所以报了警。警方对我的尸体进行了解剖，并没有找到直接致命的伤口，最后被断定为急性心脏猝死，所以柳如烟构不成杀人罪，只能构成意外致人死亡罪，判了有期徒刑7年，也就意味着我的灵魂要跟着他在监狱里面整整7年。我谢你8辈祖宗，你想要陪我死，你可以自杀，你演这么一出，恶心谁呢？我就这么极其无聊的跟着柳如烟在监狱过了7年，这7年我倒是见证了柳如烟所有的狼狈。我琢磨着他应该后悔了，好好的把我安葬了，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？非要来遭这种罪，关键是还连累了我。柳如烟出狱后直接去了我的坟墓，他跪在我的坟墓前，看着我的墓碑，抚摸着我墓碑上的黑白照片。附身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说，诚挚的再给我道歉。我以为我会直接被枪毙。柳如烟顿了顿，有些哽咽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来陪你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我看到他拿出一把刀，重重的往他手腕上划下去，鲜血溅得满地都是。他仿若却感觉不到痛一般，嘴角还带着笑。我飘在上空，冷漠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或许人死了之后，就真的不会再有任何感情。我看着他自杀，就像在看电视剧。唯一不爽的，只有他没有死得远一点。他弄脏了我的坟墓，但好在系统说过，被攻略的人死了，我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安息了。所以现在柳如烟死了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正常轮回了？我一直这么期待着，看到柳如烟倒在了地上，然后彻底的断了气。断气那一刻，我的灵魂就被一个仿若黑洞一样的东西吸了进去，耳边听到系统熟悉的声音：恭喜你，终于可以正常轮回了，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什么意思？还要再来吗？我只想忘了前尘往事，清清白白，重新做人。柳如烟番外篇，我自杀了，在附身的坟墓前割腕自杀。我看着鲜血从我的手腕上溅得到处都是，我笑了，我终于可以去陪他了。直到他死，我才知道我这辈子错的有多离谱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那么爱他了。他日记本里面说，我是他的救赎，他把我当他生命中唯一的一缕阳光，可我却还是害死了他。我该一命偿一命。我没想到，我的自首并没有被判死刑，7年的监狱生涯不但没有让我放弃死的念头，反而无时无刻不在后悔。后悔应该直接选择自杀，而不是报警。我每天都在盼着日子出狱，盼着去陪伴他。终于，我出来了，我去了他的坟墓，我看到了他那张熟悉的脸颊。我突然很想知道，在没有整容之前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我应该会更爱他原本的自己。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死亡原来真的可以带来恐惧。不过好在，很快就毫无知觉了。我的灵魂从我的尸体上飘了出来，原来人死了，真的还有灵魂一说。可是附身在哪里？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，直到一个自称是系统的人出现。他说：“恭喜你，你被选为了攻略者，你可以有一次重生的机会。”攻略者是和附身一样的吗？我不想当攻略者，我只想找到附身。他在哪里？我拒绝了，我对重生没有兴趣，我只想要附身。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系统说道：“不过你可以去他的世界找他。”好，我急切的一口答应着，但前提是你要成为攻略者，所以还要拒绝吗？我不拒绝，我连忙答应。下一刻，我弟灵魂就突然有了肉体。这是一本男频救赎文，你要攻略的就是男主。系统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我不关心我要攻略的是谁，我只想知道附身在哪里。潜意识的附身就是男主。宿主，祝你好运。”我迫不及待的去见到了附身，看到了他完全不同的样貌。这是他本来的长相吗？原来他那么帅，可他却为了我整个面目全非。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走到他面前。附身，我叫他的名字，那一颗心都在颤抖。你认错人了，他冷漠的说道，眼底似乎还有些厌恶。对，他不叫附身了，可他就是我的附身。我正欲开口解释，他突然从我身边走过，脸上也换上了温柔微笑的样子。我看到他走向了一个女生，将她轻轻地抱进了怀里。他眼底的情深似海，根本藏不住。女生转眸看了我一眼，占有欲极强地问他：“那人是谁？”不认识。他连忙解释：“那他为什么和你说话？应该是认错了人。”女生不屑一顾，他这种搭讪的方式太低级了。他认可的点头，又一脸温柔道：“我也不会被他吸引。”我甚至还觉得他很讨人厌，就是他一靠近我就莫名有点恶心。以后不准和任何女生说话。女生很霸道的要求。好，他搂抱着女生的肩膀，和他一起离开。我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的背影，耳边一直循环着他说的话。他说我很讨厌，还很恶心。宿主别灰心，当初他攻略你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对他的。系统提示：杀人诛心。系统也在讽刺我的自讨苦吃，我的活该吗？我承受着心口密密麻麻的痛，我清楚的知道他离我真的很远了，他不会再爱我的，但我愿意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一直默默守护他。全文完。